一直以来，引擎冷启动都是车友们最担心的问题，最怕伤引擎，影响车子的长期耐用度。十几年来，所有驾驶人都听过一个观念：车子刚发动的前几分钟是引擎损耗最严重的时候，尤其天冷，引擎还没热，机油粘度很高，流动性差，没办法完整润滑到引擎所有重要零件，磨损自然就最明显。如果是早期的旧式燃油车，这个说法完全没有夸大。早年的引擎使用的机油更浓稠，零件精密度比较差，制造公差偏大，再加上结构简单的供油系统，让引擎在刚启动的短暂空档状态特别不稳定，非常容易磨损。冰冷的金属零件热胀冷缩不均匀，加上机油输送延迟，会让整颗引擎在还没进入稳定运转状态前，短暂处于高摩擦、高耗损的状态。但是 Toyota 的油电系统完全改写了这个状况，不管是 Prius FAR-V 还是 Aira V4 FAR-V， 运作逻辑跟传统燃油车完全不一样。开这些 Toyota 油电车，你会发现，刚起步的时候，汽油引擎根本不会马上启动。不管是低速慢行、市区塞车，还是轻轻踩油门、平缓加速，车子都是纯电行驶。等到你需要更强动力或是车速拉高之后，引擎才会在车辆行驶的过程中非常顺畅、无感的发动。也因为这样，很多车主心里都会有个疑问：车子在行进间冷启动引擎，长期开下来会不会反而更伤引擎？其实大家完全不用多虑 ，Toyota 的工程团队早就针对这个问题，从根源上消除了这项风险。Toyota 这几款油电引擎从开发之初就是专门为了频繁启闭的使用场景打造的。引擎、电动马达、电池模组、油电控制电脑全部整合为一套协同运作的系统，不会各自独立运作、各自为政。不像传统燃油车的引擎单独工作 ，Toyota 油电的引擎几乎不会在低温冷车状态下突然承受突如其来、不受控的高负荷，大幅规避了冷启动带来的损伤。其中最大的优势就是机油润滑的设计。Toyota 原厂搭配的都是新式低粘度机油，也就是 0W16 和 0W20 这两种规格。这类机油在启动瞬间的流动性超级好，能快速渗透覆盖引擎所有关键零件，速度远远甩开旧式的浓稠机油。这也大幅缩短了金属零件缺乏机油保护的空窗期，把冷启动的磨损降到最低。除此之外，这颗油电引擎本身的做工也非常讲究，内部零件公差极小，采用进阶材质，搭配高精密度加工与制造工艺，就算长期反复冷热交替，频繁发动熄火，也不会出现加速磨损、老化的问题。Toyota 在设计之初就很清楚，这颗引擎一辈子都会不断启动、熄火再启动，所以整台车的设计逻辑都是围绕频繁启闭打造的。别家车厂把冷启动当成偶尔出现的高压损耗状况， Toyota 则是直接把冷启动设定成日常常态运作，全程可控、低负担、低损耗。引擎成功启动之后，大家最关心的重点就是一般行驶过程中引擎怎么暖车，怎么进入稳定的工作状态。以台湾市面很常见的 Camry 油电为例，整部车的暖车与稳定流程完全由油电控制系统全自动打理，不需要驾驶者费心操作。传统汽油车发动之后，引擎会一直持续运转。但 Toyota 油电车不一样，电脑会及时依据引擎温度、车速还有当下的驾驶动力需求，自动判断引擎什么时候该持续运转，什么时候该熄火休息，同时精准分配引擎的工作负荷。在引擎刚启动的暖车初期，系统会先让引擎持续运作一段时间，等到完全达到工作温度之后，才会启动常态的引擎启闭机制。这样的设计大幅减少了引擎在最脆弱的暖车阶段反复发动熄火带来的损耗压力，刚好弥补了传统引擎暖车容易伤车的通病。除此之外， Toyota 专属的热能管理机制会在车辆熄火后帮引擎与冷却系统留住余热。也因为这个设计，我们在市区塞车、短暂停车再重新起步时，引擎大多不是完全的冷车重启，有效减少了反复行驶过程中引擎剧烈温差变化造成的磨损。如果暖车过程中需要超车提速，需要额外的动力输出，电动马达会立刻介入辅助，帮忙支撑加速动力。在汽油引擎还在建立工作温度的阶段，马达适时分担压力，避免还处于冷车半暖车状态的引擎突然面临高强度的动力需求，让整体负载切换更加平顺温和。站在车主的角度，这一切运作都是全自动、完全无感的。你不用特地原地暖车，不用怠速热车，更不用手动去管控引擎的启动或熄火时机，整部车自己就会把所有细节处理好。看到这边，如果觉得这支影片的实用资讯对你有帮助，麻烦帮我按赞、订阅频道，这是我持续更新 Toyota 油电车实测、用车知识最大的动力之后，会继续带来更多实用的独家内容。说到冷启动，大家最担心的长期后遗症之一就是机油变质、机油劣化的问题。
传统纯汽油车，尤其是很多台湾车主最常见的市区短途代步，最容易遇到这个状况。每次开车距离都很短，引擎还没完全热透，温度还没稳住，就到目的地熄火了。这就导致机油里面混入的汽油杂质、污染物没办法彻底消除，久而久之就会造成机油稀释，机油变质速度变快，保养周期变相缩短，引擎磨损风险也跟着提高。而 Toyota 的油电系统用完全不同的逻辑解决了这个通病，像是路上很常见的 Corolla Altis 油电或是 Corolla Cross 汽油引擎不会一直持续运转。日常代步、市区低速行驶，大部分路况都是电动马达在负责驱动，所以就算你的车子是高里程，天天在开，引擎实际运作的总时数还是比传统汽油车少非常多。很多人会误以为引擎磨损只看里程，其实大错特错。引擎耗损看的是燃烧循环和负载运作时间，尤其是低温冷车、低效率运作的这些时段，才是最伤引擎、最伤机油的关键。Toyota 油电车整体引擎运作时数大幅降低，自然就减少了这些恶劣运作条件的发生几率。而且只要引擎一启动，油电电脑都会把运转状态控制在高效率、最稳定的区间，让燃烧品质更好、更稳定。不会有传统汽油车那种短时间低效燃烧、容易产生杂质的运作状态，大幅降低机油被污染、稀释的几率。也因此，很多台湾的汽车保养厂车友实测都发现，同样是按时保养，同样是市区短途通勤，Toyota 油电车的机油稀释程度和劣化速度都比同级纯汽油车好上一大截。还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动力负载分摊。传统汽油车所有的加速行驶负载全部都要靠汽油引擎一肩扛，但 Toyota 油电车是双动力搭配，电动马达会帮忙分担大部分的负载压力。这代表油电车的汽油引擎一辈子遇到的满载高压力循环次数远远少于同里程的传统汽油车。综合来看，引擎运作时间更短，冷启动磨损更少，动力负载有人分摊，让引擎和机油系统长期都处在非常稳定的运作环境。这就是为什么 Toyota 油电车就算是高里程，天天在市区频繁发动熄火和塞车，长期耐用度、稳定度依旧非常出色的核心原因。把所有机制整合起来，就会发现 Toyota 油电车的冷启动根本没有大部分车主想象的那么伤车，那么需要担心。我们先对比传统汽油车，对一般燃油引擎来说，冷启动绝对是最伤引擎的运转条件之一。机油粘稠，零件温度还没到位，结果引擎一发动就要立刻承受全车的行驶负载，所有压力一次性集中在引擎身上，这也是传统车暖车磨损问题的最大根源。但 Toyota 的油电系统像是大家熟悉的 Prius， 运作逻辑完全颠覆传统，它不会让冰冷的引擎一启动就吃满负荷，也不会让汽油引擎独自扛下所有的驾驶需求，而是透过整套油电系统协同运作，让电动马达和汽油引擎互相分摊工作，同时电脑会及时监控温度，精准调控动力输出。就算是插电式油电车 FEV， 平常可以纯电行驶，引擎常常长时间不发动，偶尔突然启动引擎， Toyota 也都有完善的防护机制。系统会持续侦测引擎温度、负载状态和动力需求，在运作状态还没稳定之前，会严格限制引擎激烈运转，杜绝粗暴磨损的情况发生。以我们车主的使用感受来说，完全不用特地暖车，不用原地怠速，也不用自己手动管控引擎启闭，所有保护机制都在后台全自动运行。这也是为什么 Toyota 油电车在台湾市场能累积出超强耐用口碑的关键原因。不管是路上跑的计程车、送货公务车，还是天天长途通勤、高里程的私人用车，在传统车视为严苛损耗的频繁发动熄火路况下， Toyota 油电引擎依旧能稳定输出，故障率极低。当然，磨损不可能完全归零，但磨损的方式完全不一样。传统车是单一引擎反复承受无预警的低温磨损，而 Toyota 油电车是油电双动力分摊负载，靠电脑软体精准管控每一次暖机和启动状况。所以结论非常简单直白，开 Toyota 一般油电车或是插电式油电车完全不用害怕冷启动伤引擎，原厂在设计阶段就已经把冷启动的各种风险通通纳入考量，做好了完整的引擎防护。也正是因为这种可控稳定的运作逻辑，很多高里程的 Toyota 油电车开起来依旧顺畅，车况扎实，完全不会有老化、变软或没力的感觉。如果今天这支实测解析对你有帮助，想多看这种贴近台湾真实用车场景的油电科普实战观念，记得订阅频道。你的订阅就是我持续产出的最大动力，后续会继续分享更多实用，能真正帮你养好车、避开用车误区的实用内容。我们下期见。